好吧，欧盟欧盟因为原来被抽税啊，很气啊，马克宏带头冲出来，说我们欧盟要团结，已经答应美国的跟预备要去投资的，通通停，你不要一个个去谈，川普现在搞得一个个去谈，一个去谈你谈不过他的，对不对？那我们就要打群架，我们要一起所以我们27国家要联合起来，所以欧盟呢也反击，本来下礼拜要推出报复措施了，但现在川普已经放软了，到底要怎么样呢？对不对？川普说中国大陆很强硬啊，说我加他125关税，欧盟也很强硬啊，但欧盟就假装没看到，算了啊。所以呢，这个欧盟本来要推出第一批反制美国关税大战的措施，下礼拜开始对具有敏感政治的地区加征25%的关税但是如果美国来跟我们公平协商，我就听那什么叫做敏感地区呢？比如说一些农业区啊也许这个产值并不高，农业产品啊，但是呢，对川普来讲，这是他的重要的支持的地带嘛所以呢，这是他大陆也是搞这一招了一刀刺到你的心脏里面去那另外呢，这个川普说，美国人要冷静，不要怕这些外国人跟我们报复，一切都会好起来，而且美国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强大那欧洲的学者说呢，欧盟或许会对美国科技巨头开刀。其实欧洲已经常干这个事，说你垄断啊，你独占啊，你逃税啊，要杀你啊等等说呢，可能对这些科技巨头要这个再开刀那另外呢，你要搞我对等关税，我就要报复你但是川普现在既然已经有差别对待，到底会怎么样？未来会怎么样那可能一时之间还不见得看清楚。可是你说10%多还不多，这看你怎么讲。新加坡也只被磕10%，你看那个总理发表一个公开信，写得多么严厉啊！写得多么觉得新加坡要多么紧张来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看一下。关税战还没结束，9号欧盟批准对美国大约232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目的就是要反制上个月川普对钢铝产品加征25%的关税，以牙还牙。These tariffs come first and foremost at immense costs for U.S. consumers and businesses. Nonetheless, we stand ready to negotiat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deed, we have offered 0-for-0 tariffs for industrial goods.As we have successfully done with many other trading partners. 欧盟27个成员国当中，大多数都同意这样的报复性措施，包含针对钻石、摩托车、大豆等农产品。第一波的行动预计会从4月15号开始实施。Remember, Europe is a consumer market, the biggest single market in the world of 450 million people. The EU officials say that is their biggest strength. Beobachten, in welche Richtung sich die internationale Lage entwickeln wird, wissen wir im Augenblick noch nicht. Aber deswegen ist unsere Botschaft am heutigen Tag umso klarer. Wir wollen und wir werden den Wandel in der Welt für Deutschland目前，美国几乎对所有欧洲出口的产品征收了20%的对等关税，针对汽车部分汽车零件再征收额外的25%关税。但9号却政策大转弯，川普宣布对部分国家暂停实施新关税90天，这期间关税会降到10%。而关税战引起了国际不安，除了越南总理曾提出延后实施关税请求，不少国家都主动找美国来协商。如今欧盟选择课税报复，强调如果美国同意能公平的谈判，反制的措施随时都能停止。范伟对，我想那个今天早上应该就是听到的声音都是很多人后悔就是还没有去买台积电因为这个震荡或者是川普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调整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快到来。那当然，我想目前就是还没有到就是说直接谈判的时候那对很多的专家来讲的话的说法就是，其实中美这个贸易战它是全世界数1数2的2大的经济体那当它相战的时候，那对台湾我们算是经济上是个中型的国家，而且就是美国对我们的贸易跟其他方面当然非常重要。我们怎么应对其实有很多的挑战那包含刚刚那个唐湘龙先生有讲说，是不是赖总统的就是公开的策略是不是太软了？那我想他讲的是赖总统就是今天在彭博的那个投书很清楚的就讲，就是我们对美国目标就是公平互惠的贸易利益因为我们彼此是长期的伙伴。那有4点，第一个会降低目标就是要降低美台之间所有的关税，所以
台湾对美国货物的进口会从目前的6到0开始谈哦。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会扩大对美国的采购哦，主要就是能源，指的是天然气哦，农产品还有其他的工业产品。第三哦，就台湾会扩大对各州的投资，其实目前就已经有非常多的各州投资哦。那台湾会组成跨部会的台湾投资美国队。那第4个排除非关税贸易障碍哦。那刚刚我想就是各界有一些误解，以为在讲的是莱猪可是你主要看赖总统他的文字，讲的是所谓的透过台湾不当转运低价商品。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其实讲的就是洗产地那为什么讲的是洗产地？其实就是讲的是中国透过台湾洗产地，那本来是 Made in China 变成是 Made in Taiwan 然后再回头就是销售到美国。那这一波当然我想大家都有提到，主要就是川普希望能够孤立中国，然后跟其他国家建立他认为的一个公平贸易那台湾的 case 其实相对来讲是单纯很多。那到底我们的策略这个协商谈判的策略是要像欧洲或者是说中国一样？其实欧洲看他的结论也是还蛮软的就是你只要愿意公平协商我们就停下来这个贸易的这种好像是反向对抗性的操作。那我想大家都是希望互惠。那我个人认为赖总统的这个策略我们可以讨论，可是我个人是觉得蛮支持的，因为对台湾来讲的话，降低不稳定性对中小企业的冲击然后尽快谈判对我们是最有利的。因为其实我们的 case 相对单纯那比较特别的半导体的部分，其实就已经在处理了。那我自己其实是知道，从各种管道知道，从川普一上台之后，我们的国安跟经济相关的跨部会跟对美的谈判那这个网络是台美关系的外交管道是非常是网状，而且是跨党派的，一直都在准备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赖总统投书这个方向其实背后是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发展跟国家安全的双重考量。那这部分我们可以之后再讲。赖仁泉。我觉得看起来，刚才这个范委员讲的，就是看起来好像有很大的网络了但是这个网络呢有没有发挥作用？我们必须说呢，到目前为止没有发挥任何的作用所以呢才需要说呢，到这个总统必须要去投书呢 ，Bloomberg， 还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我们说好不容易挂上号了，但是呢挂几号也不知道，整个75个国家呢真的要排队排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我觉得坦白讲，我不认为我们台湾在这个目前美国发动的关税战里头是一个最单纯的例子，我认为不单纯我们刚刚讲了非常多的地方在于说，确实。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他这一次瞄准的标的那这个是一个放在一个美中之间的一个强权对峙的一个大架构当中，所以这个大架构当中本来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强对强的那么一个对峙关系了，更何况这一次呢是中国大陆是最明显的一个，也是最强硬的一个不买川普单的人。川普他的个性你可想而知就是说他现在已经警告你那么多国家了，我告诉你不要报复，就是叫你不要报复，你敢报复对不对？那对于川普来说，你没有办法，你只好提高他的关税。但问题是，他不知道他对手是一个中国大陆，他也是一个要里子要面子的人。你对于习近平来说，你要他不报复，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天方夜谭。所以现在的话呢，确实我觉得现在美中之间的一个敌意螺旋、报复螺旋正在不断的升高全球的一个态势。它不只是升高中美之间你说美国对于中国克了这个125%，那中国在对美国克了84%，那么多国家都跟美国跟中国有生意，他不用往外去移转他们的一些产地吗？不会呢，像欧洲就很担心中国倾销所以马上说要跟他们谈合作啦。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目前美中之间的关系就已经足够让其他的国家，就算这1-2天、90天之内被暂时的延后，它也不会那么单纯。更何况呢，我觉得对台湾来说的话，不要忘记，对美国、对川普来讲，大家都在问说他这段时间打的牌，他最终极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刚才呢，周先生跟香龙也都讲得非常清楚。第一个是他的美债问题，他要解决他的一个债务问题。那而且现在目前债务问题看起来越来越糟糕，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大家不要忘记，他是要解决的是他希望制造业回到美国的问题，他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他希望让美国的话呢，看起来每个人都赚大钱。他不是讲说要让美国 America wealthy again， 是再次富有起来。你说靠美债就可以富有起来吗？不可能吧，美债只打掉美债而已，要富有起来是很多的制造业，他必须要回去生产。就过去这几天，从川普到什么他的商务部长，到很多的一些国安顾问都在讲，他们要把供应链全部搬到美国去。所以对台湾来说，怎么会是单纯呢？我觉得一点都不单纯。而且我们要看到，我觉得大家刚刚在讲说，或许啦这个今天一看到哇，这个美股涨那么多，台股也涨了1600多点，所以你觉得好像松了一口气。
好像这个川普呢很灵活的调整了，那么有弹性。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国的挫败。坦白讲，这是川普本身的挫败。他过去都一直认为他打这一招没有人敢反他，他一定是这个钱源源不绝来，双赢，又拿钱，然后呢你又对我这个膜拜不已哦，然后又要采购要投资，这其实是川普的挫败。他的挫败，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知道川普的底牌是什么，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当今天川普可能美债已经让他打得有点头昏转向，不得不退缩的时候，你也不要忘记他华尔街的金主们那些支持他的人，包括连马斯克都已经窝里反了。这些人的话呢，未来很可能不会继续支持他。我想这是他另外一个压力所在。就当他其实目前事实上有点腹背受敌的时候，你以为他还那么硬吗？所以我们需要那么软吗？我觉得过去这几天大家已经讲到非常多了。如果说今天川普真的硬得像铁板一块，没有任何一丝的缝隙可以去进攻的话，那或许我们不得不。但是那个下跪的姿态已经让大家觉得非常难堪了。就你可以用办法，你可能可以给他很多东西他想要的，但你不需要太多那么的卑微。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态度上的问题了。更何况今天赖清德的说法，我是真的觉得他在 Bloomberg 的投诉里面，他是底牌进先啊。我已经告诉你什么都要给你了。我刚才特别讲到所谓的什么什么非贸易、非关税的贸易障碍，他真的说所有要取消。他讲的不是说那些洗产地哦，他讲的包括检疫在里面的，因为他前2天就已经罗列了内容很多东西。什么叫做非关税的贸易障碍？当中包括检疫的障碍。检疫的障碍是什么障碍？就是美牛的狂牛症，就是美猪的这个莱克多巴胺，不是吗？所以这些部分都是好说。如果说对我们来讲，其实美国并不是那么的牢不可攻的。川普其实内部外部也有很大的压力。你看他的民调，他民调现在做出来最新的，75%的人认为呢这个物价定涨，50%以上的人反对川普的客关税。所以我的意思说，对我们来说，我们就算抵开最终的最糟糕的一个结局，是通通都要给他，你也不需要现在去讲啊。而且再来，我们又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去对应他。更何况，川普如果他不只要供应链呢，如果他还要我们像是当初的日本的广场协议要涨台币呢？要不断的升台币呢，台币要升值呢，升到整个就像日本一样，当初是连续失落10年、失落20年、失落30年呢，到最终整个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日本现在叫做半导体产业复兴。为什么复兴？30年前被广场协议打垮了。广场协议怎么打垮的？他是先用关税打垮大部分的人，后来用最后的强迫日元升值搞垮日本。所以我觉得对台湾来说，这样的单纯吗？这样的单纯吗？我们现在那么棒的一个半导体，你可以说是怀璧其罪，但是它是一个那么好的东西，你真的要奉手送给别人吗？美其名这个叫做美台最近这个赖清德发明的叫美台联盟。谁跟你联盟？你美台联盟就通通送过去给你，然后这个叫美台联盟吗？到时候当台湾没有这些半导体的时候，你认为台湾现在什么样的价值？尤其当战争发生的时候，我觉得川普这有点像狼来了啦。开始的时候一副很狠的样子。我这个钢铁般的脊梁永远不会退缩，这个关税甚至呢永远要给你们加这么多哈，然后一夕之间突然说，哎呦，他们有点不安，有点害怕有点发出一点噪音，然后呢，这个债的这个利息飙高了，就赶快停了哈。那以后你再讲，谁相信你呢？对，就你宁愿不要讲那么满但是说到做到。而不是，要么你开始就讲我们通通加10%嘛，对美国来加10%已经很多了，开始我要什么20%的、30%的、40%的，还有50%的，然后现在突然又急转弯，那你再下次再讲，大家相信你吗？对川普来讲，对美国来讲，那个威信打击是非常大的。续来再回来。好，他们说川普像川剧的变脸一样，一下换个脸，一下换个脸，突然就变了这么快就变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台指期早盘就跳空涨停了。今天前2天下跌的时候，开盘即收盘，今天也是开盘即收盘。所以上次下跌10%，没有再跌无可跌的。今天上涨10%，涨无可涨的，反正就这样子那这个台积电、鸿海、广达、联发科、台达电，这叫做五虎将。就也涨停锁死了，就占到全值的一半那另外呢，这个反正台积电、鸿海都涨停嘛那另外呢，这个市场也担心BBC 就是会是死猫谈就是说美国经济有那么好吗？因为之前大家就认为，在没有这个关税之前，大家认为美股还是要下跌的，要修正，
为涨太多了，哦，还是要修正的哈。那对 AI， 大家也在想说，将来我还要投资那么多吗？投资那么多到底回收够不够？本来就市场在疑虑这个问题，刚好碰到川普这个事情，哗急跌急涨，哦，那市场还修不修正呢？哦，到底还会不会修正？这有人是认为会，有人认为不会了啊，因为这东西永远没有一个定论哈。但是呢，这个财经 CNBC 呢，它财经媒体是说小心哦，暂时强弹。如果又暴跌，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弹了以后啪又跌下来哈，又回到基本面了啊！而且川普90天会怎么变化，你也不知道，90天以后是怎样，你也不知道啊。那所以呢，这个他的这个晨星啊 ，Morningstar 的首席策略师说，未来会面临一个持续拉扯的市场啊，那波动风险会增加啊。Bloomberg 说呢，基金经理会质疑你川普是不是直接干扰市场。啊，因为川普还在平台上说这是买入的好时机，来买吧，来买吧。总统怎么讲这话呢？啊，那另外呢 ，CNN 说呢，川普决策的急心式的风格可能加剧市场的不确定性。市场最需要是稳定，哦，不确定他们就害怕啊。甚至今天已经有美国议员怀疑说，川普在中间有没有套利，或他的家人朋友有没有因此呢？哦，一下子呢，就就是做空做多了，有没有套利哈？所以呢，川普干预市场，熊市会不会呢是个熊市？但是呢，死猫弹了一下，包括我们的中央银行总裁都提醒说，你不要以为今天涨了1600点了，有些风吹草动，恐怕又会下来。就现在市场是不安定的，然后一点好消息就上去了，一点坏消息砰又下来了，还是要小心了哈。那国安基金说呢，我们保留我们的实力，我们随时待命哦，必要时我们就下场哦。那国安基金有5000亿嘛？杨金龙说呢，再扩大一点我也赞成。国安基金有5000亿，4大基金有3000亿，加起来有8000亿哦，再加上什么行库啦、公营事业啦，什么政府能够运用的钱，其实蛮多的了哈。那知名的这个陆行之半导体的分析师，他也说，是不是就安了？不一定哦。哦，他说有5大隐忧哦，5大的风险呢，4大隐忧，半导体的大戏还没来呢。你川普还不知道怎样啊？川普的半导体要把统统搞到美国去，要怎么搞去呢？哦，所以呢，这个中央银行杨金龙总裁是说呢，川普因为他对股市紧张，其实在世了哈，所以呢抛了90天的缓冲期，啊，而且呢公式太粗暴，他那个公式自己搞出来的，那公式简直很奇怪了哈。好，那么这个我们行政院长说要把握90天，跟美方呢做有效的谈判啊，他说90天嘛，啊90天去谈判，工商界说赶快谈判，赶快谈判。看一下，美股道琼指数周三开盘不断波动，涨涨跌跌，但突然之间宛如冲天炮一般，直线飙升突破4万点大关。突然暴涨，不排除跟美国总统川普在社群媒体 Truth Social 上的 po 文有关。I think in financial markets, because they changed. Look how much it changed today. I guess they say it was the biggest day in financial history. 川普宣布对75个国家暂缓征收高关税90天之后，美国股海欢腾，道琼指数暴涨近3000点，纳斯达克、标普500和费半通通劲扬，台积电 ADR 也上涨12.29%，科技7巨头一口气增加超过1.8兆美元。特斯拉飙涨22.69%，终结连续4天的跌势。受到关税打击最严重的苹果，同样强弹大涨超过15%，创下27年来最大单日涨幅。而 AI 晶片龙头辉达则是飙涨超过18%，市值一举增加4400亿美元。都还好啊，已经很长90天了啊。对等关税降缓也反映在台股上，激励早盘直接飙涨1600点。只是有没有可能台股就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也许有些时候会上去，但是也许有些时候风吹草动的时候，它又会下来。股市还是不确定性，但坦言国安基金进场护盘，的确可以考虑扩大规模。我们的股市它的市值确实。它是增加了将近对啊，增加是很多的。那你等于是杯水车薪嘛？这个可以考虑。护盘的时间会不会比以前更久？这个我没办法来预测。来一名。
我觉得这个礼拜哈，大家真的是坐云霄飞车了哈。股市的大跌跟大涨哦，我觉得让很多的这个股民哦，真的是心脏要很强哦。这个前一阵子大家超商有没有很多优惠啊？哈，就是买1送1，就准备睡公园，就很多折价品，很多股民准备去买那些折价品哦，他的那些这个剩食哦，其实都被买光了。但是今天呢，整个股市哇大反弹哈，那这一些都是川普带给大家的极度的高兴跟极度的悲伤。但是在这样一个情况底下，今天股市的大涨，我们是不是从此就可以安心了呢？我觉得还没有结束哦，因为其实刚刚已经提到了美中的大战。其实正要开始哦，你说这个关税加到125%，一个对它加到84%哦，那这个联合国的秘书长已经讲了，就是说这2大国家它占的这个世界的这个交易的比例这么高，当他们彼此这样互相去报复的时候，请问其他国家会不会受到波动？当然会啊，特别是对台湾来讲，我们对中国大陆，我们有一些台商是在那边，它其实也深受影响。那台商受到影响，台湾这边当然也会受到影响。那美国又是我们大的贸易伙伴，所以当美中两大强权还在相争不下的时候，我们今天的股市大涨，只能说我们暂时松一口气。但是未来我们要怎么因应，这个才是重点。那今天这个卓荣泰他说，我们会把握这90天。你要怎么把握？我觉得我们现在问的就是说，其实过去我们在对美的谈判呢，那个效率真的都是很差了。就是说，我们说我们要跟那个美国这个贸易代表署然后去谈各项的措施，每次一拖都是好几个月。但这一次你说要把握这90天，我们现在到底准备了什么？我们可以很积极有效的，包括现在大家讲说，你要去跟美国进一步谈判，那个赖清德总统这个投书底牌进先，反正什么我都答应你这样子，那这个真的是谈判最好的策略吗？刚刚其实特别提到了，你在这个农产品的部分，现在中南部的无论是鸡农或者是猪农，他们已经讲了，美国的鸡肉如果你到时候是零关税进来，那台湾的这个鸡农怎么办？美国的猪肉如果是零关税进来，那台湾的这些养猪农怎么办？所以什么都要一个底线。美国的稻米如果大幅的倾销到台湾来，请问我们这一些稻农怎么办？但是当总统他亮出的牌是说，我什么都可以答应，我什么都可以无条件投降。这几天中南部的这一些猪农、鸡农还有稻农，他们就开始焦虑了。他们认为政府好像没有站在他们这边，想要保护他们这边。遇到美国这样的一个强权的时候，好像什么都可以退让，然后没有底线。我觉得这个部分政府不可以全部退让，就是保护我们的农民，这是你该有的基本的底线，不是美国说一句话，你什么都是无条件的接受。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如果组成贸易代表队要去谈判的时候，你所有的底线，我觉得都要站得很稳，这个才是争取我们的权益嘛，不是说有强权就是要求你的时候，你就是毫有条件的退让。我觉得这个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认为卓荣泰不要只是嘴巴说我们会把握这90天，你要好好的准备所有的工具，你的底线该坚持的，我觉得还是要坚持了。尤其是农产品了哈。是啊，农产品那是政府守了多少年的？你看对中国大陆，我们也没有寸步不让，对啊，寸步任何产品都不能进来。守了这么久，没有压力吗？以前政府没有压力吗？消防常被人家丢吗？什么鸡蛋什么没有压力吗？当然有压力嘛。但以前都守得住啊。那如果在赖清德这时候全部弃甲义兵，全部都让给别人，那就是留下千古的骂名。休息一下就回来。